一个卷毛小白脸在这嚣张什么呀？没有正规单位，没有工作证，我怎么放心把这么大一个项目交给他？没有那就办，办了不就有了？人才的振兴，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观念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特别在意细节的人，只要是 PPT 从我手里面过，我都会把颜色和图片全都精挑细抠一遍。我不像你心那么大，随便搞一个不伦不类的山居图，你就敢招商引资。我唯一没有改过的 PPT 就是方梦初的梦想工厂，我只是改了标题，没想到最后就被你们招到这儿来，所有的人和事物全都揉在了一起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。现在，我可能是想告别过去，我想重新开始。你在听吗？你嗯什么？大公鸡呀！村民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我们丽月新村村委会选举大会投票的日子，请还没有入场的朋友抓紧时间入场。爹，快点，别迟到了。等会儿，抓紧时间入场。叔哥，你看哪个主角是先登场的？主角的后登场啊？那当然。哦，再练练啊！亲爱的村民同志们，错，亲爱的村民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亲爱的村民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走。我希望并要求大家珍惜你手中参与民主选举的权利，投出你手中庄严神圣的、尤其负责的一票。根据咱们村当前发展的情况，选出你心目中最优秀的村委会成员和村委会主任。我讲完了。下面请自荐人发言。钱小泉。爹，第一个上台是不是很不好？不是，先入为主，先下手为强。去吧。贵人语迟。亲爱的村民同志们，大家好。横向的呢？崔总，现在整个数据已经出来了，你看看。早知道这么简单，我干嘛还费尽心思啊？现在眼前的山水都是你的，还会在乎这一间小屋啊？我有个想法，我想把这个当成我的办公区域。这个简单，但意义何在？望山水而造山水啊，总比坐在办公室里面下指挥强吧？可以。届时，矿山新绿，茶园丰收，余将赠饮相庆，岂不喜气洋洋、美滋滋？好，谢谢。那小泉今天有备而来，挺有水平的，哗众取宠罢了。咱们俩没打个草稿，待会儿上去说啥？心里怎么想怎么说呗。天下之事，有难易乎？为之则难者易矣，不为则易者亦难矣。人之为学有难易乎？学之
则难者亦易矣，不学则易者亦难矣。摒弃而不用，其与昏与庸。这钱家小子叨叨啥呢？反正他听着是挺顺。不逮人也。你说这聪明的人吧，他要是不学习、不实践，最终还是会毁了自己，对吧？他这都是小聪明。你觉得这种人像不像我？你看着没多聪明吗？但是一个愚笨跟平庸的人呢，他只要多学习、多实践，最终还是会成功的。像不像你？我没你说那么笨啊。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。哎，老赵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装懂吧，不显着一个文化吗？那不行，我得投出我的神圣负责任一票的。你什么负责任一票？你得看这钱家小子是不是那神圣的负责人。还真不好说。也对，这当年你可别打海皮了吧？这不，现在也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了。说啥呢？这圣人之道，足与鲁也传之。然则昏庸聪明，其有常哉？才！老支书啊，你听懂他这说的什么意思呀？你问他，童书端的为学士儿你都不知道，还主任呢，没文化呀！我没文化，我没文化。哎，这个竞选主任有什么关系？这古文都打了，不是这太可笑了。希望大家能给我投下宝贵的一票。好，谢谢啊！我们这次选举一定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是书会100书，多是驴子是马，到时候86万，到时候看吧。我相信这个不用争，大虎父无犬子。对，虎父无犬子，你说太对了。他也是虎父。大体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啊，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啊，怎么样去改造比较合适？简单呀，我们再买几十个这样的集装箱，把它摞起来，或者怎么摆好看我们就怎么摆，钱我来出。你端正一下你的态度。行，按您说了啊，再买几十个集装箱，给它摞起来，怎么好看怎么摆。那我想问问您啊，那和农民工的工棚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？行，你最懂了，那你就把它弄好看，好看我就买。你还买？谁答应给你干了？你现在住的地方都是我的。行了行了啊，你们俩都少说几句。红梅啊，我也不知道你以后呢会有什么样自己的规划，但是产业的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振兴。你在我眼里可是个大人才，我特别欢迎你来我们绿野山区创业。那邱总呢，他又是我们绿野山区的首位投资人，两个人都需要时间去配合、去磨合，对吧？啊，也不能瞎指挥。哎，行了，邱总是大老板，见的东西比较多，那要求呢也比较严格，所以可以理解。邱总，术业有专攻，具体的事务呢，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在心上。怎么样？行，那我琢磨琢磨吧。好，那村里还有选举呢，我得过去看看，这儿交给你了。行，走吧。有请下一位自荐人方梦初。亲爱的父老乡亲们、兄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梦初。
我出生在这里，长大在这里，可当我离开山区的那一刻，我从来没想过会回来，也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站在这里竞选村主任。那是城里混不下去了。什么叫混不下去了？这是回来报效自己的家乡。那自己家乡有我儿子报效，关你儿子什么事儿？哎，我儿子，听点行不行啊？别争了。我从小就不喜欢这里，不是因为我那个一直连续当村主任的爸爸，而是因为我讨厌这里的落后和贫穷，讨厌污染的空气，和我每天醒来洒满院子的矿灰。我讨厌这散发着臭气的小溪和不再清澈的湖水。我甚至讨厌因为挥汗如雨而散发着汗臭味的父老乡亲们。背井离乡的日子里，我羡慕着城市的繁华、喧嚣、梦幻，还有浮夸。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打着梦想的旗号，挥霍自己。我伤害了别人，别人也伤害了我。直到那时起，我才真正的意识到，那个曾经让我厌弃的家乡，才是那个可以无条件包容我的地方。因为这里有我的家人。还有我的兄弟、朋友们。之前的错误都我一个人承担，但是梦想是无辜的。这里是我梦想新的起点，也是我梦想最终能够成功的地方。乡村振兴和山区改革成了我新的希望，所以我想和父老乡亲们一起开展绿野工程。请大家把这宝贵的一票投给我方梦初，谢谢。两个候选人的票数竟然一样，这都是那个钱老三啊，在中间瞎搅和的。文支书啊，那您说说，就这两个人，你支持哪一个？平心而论啊，从个人情感上，我更喜欢小泉这孩子。这孩子吧，心地善良、纯粹，就连他内心的那点阴谋诡计，都抖落在太阳底下。如果抓住机会，并非无所作为。不过当主任吧，这个就是另一回事了哈。咱们以前啊，村子里面选主任呢，主要看重的是这个带头致富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能力，还得有一定的威望，关键时候啊，还得镇得住场子。可是眼下呀，个人的见解、学识、胆识和想法，可能更重要一些，所以，我支持方梦珠。尤其啊是要有长远的战略目标，熟悉大环境下的经济规则和体系，还有秩序，这才是符合乡村振兴的基础要求。我说句不该说的啊，这高中没毕业、吊儿郎当的钱小泉，能和方梦初打个平手？我怎么就觉得村民们有点看热闹的嫌疑呢？是，有一些村民呢，在初期的时候还摸不着头脑，确实也不排除有观望的心理。但是在我看来啊，重点是这个钱小泉他参与了矿山查源还有垃圾工程，这个就像当初我们的春企一样，都是实实在在落地的项目，看得见也摸得着的。而这个方梦初呢，他说的构想是好。但是，一部分的村民他不能理解，他们会认为他说的是空话，是套话，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结果，也倒是正常。若加上他之前干过这些事儿啊，没有当场出局，这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可就算是查源，日后能够打开局面，那也就这一个点。而方梦初的设想关乎到整个绿野新村，甚至全镇的发展振兴啊。
那现在结果已经摆在这儿了，我们也没有干预的权利。那大伙儿都开动脑子，想一想，咱们总得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吧。按照规定的话，也只能采取多次投票的选举结果了，也就是再来一次无记名选举。再多一次选举，那不就是多了一次分歧的意见吗？他方梦初又如何？不过就给我打个平手嘛。为父也不曾想到，犬子居然与他半斤八两了。你这话啥意思啊？你就觉得你儿子比不过人家儿子呗？儿子嘛，还是自己的好。但实事求是的讲，你觉得呢？唉，其实啊，我知道他比我优秀，也知道他有能力。一时的失败也并不代表什么，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别的方面他比我强，我根本不在乎。可是文彤，实事求是的讲啊，他姓方的就是比你爹强。可正如你刚才所说，凭什么他们吃香的喝辣的，咱爷俩就得捡破烂呢？儿子，咱不如给他们一个机会。你这话啥意思啊？你不会真想让我把这个村主任拱手相让吗？那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跟那个方梦初打成平手。虽然我并不真想。实话实说了吧，前提你就败了。其实啊，咱爷俩不是都一样吗？不就是想为过去鸣个冤吗？正解。我也知道，当这个村主任啊，需要太多的担当，而我只要担当得起文童，足矣。加一条，啊，干好自个儿的茶园。倘若真让我选上这个村主任，那担不得我也得担的。好，所以咱爷俩不如为之搏上一搏，成功有成功的收获，即便失败，我也不过和那方梦初打了个半斤八两。才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这就是我们强调的重中之重。爹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呀？嘿，来嘞！干嘛？谁叫你倒酒了？多浪费呀！那你这啥意思呀？把长效的那个也放出来，给彭书记看看。各位绿野新村的同志们，大家好！这也算个意外啊，几乎全票通过，这也说明长效的人品和能力，大家伙也还是看得到的。我特别激动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你们这个村委会的竞选啊，因为我也不是你们村的啊。哎，他不是外村人吗？对呀，不是他外村人，他怎么能竞选这个主任？但是我喜欢这儿你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，他是外乡人，他怎么能竞选这个主任呢？那怎么就不能？你不能看完吗？你不听老文的话吗？嘿，你这两边墙头草，你是？你先听完再说啊。墙头草两边倒，小伙子真不错。前2天我把户口迁到了咱们村儿，这个村儿它算是我重新振兴自己的地方吧。我这个人没啥优点，就是爱干活，我闲不住。我爱学习，爱研究。那我之前是从北京一路走到你们这儿来的。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我确实学到东西了。就像小泉刚才说的，你只要爱学习，难的也能变简单。如果说选上你们这个副村主任，那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，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而且我把它干好。
反正我们就奋斗吧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，反正干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举例，小伙子真不错，这说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。我现在也不知道该说啥了，反正就是，我就特别想唱歌，我为我的新家乡唱，我也为我原来的家乡唱。一座座青山紧相连，一朵朵白云绕山间，一片片梯田，一层层绿，一阵阵歌声随风传。好，等一下，之前冯书记不是说让我们把矿山种茶树吗？我之前觉得挺扯的，我以为干不了的。我刚唱这歌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可以种梯田的，对吧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说的，只要有心，就一定有办法。儿子，你个堂堂大学生，居然和钱小泉打了个平手。都怪你爸把那个票投给了钱。什么意思呀？你把票投给谁了？意外，纯属意外啊！不带这么开玩笑的。你爸呀，太自信了，他觉得你不差他这一票，他把票投给钱小泉了。不是，爸，你怎么想的呀？我可能是老了吧。容易这个感情用事，我总觉得这个过去有点对不起人家钱家父子，所以想投给乔家泉一票，也算是弥补弥补。关键是我太过高的估计你了。我本来心里就没底儿，我下一轮肯定没戏了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下一轮的。我说这个村主任是你的。他就是你的，这可是民主选举啊！啊，就算你背后帮我做工作了，那他们父子俩肯定会捣乱的。再说了，哪有那么托底的事儿啊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上大学给上傻了呀？你那个主张和想法，那非常符合当今农村改革的。这次选举的目的非常明确，你说上边能允许他们父子俩这么胡闹吗？放心吧，反正我现在只相信奇迹了。我吃好了。哎，儿子，被人抢了没关系啊，关键要抢的结果，你放心。你就这么自信啊？我说这个村主任是咱们儿子就是儿子的，放心摆个心，吃吧。唐牧阳，你睡了吗？怎么了，瑶瑶？没事，就是想说个话。好啊，那你说吧。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。瑶瑶，我问你啊，你说邱总那个活儿，我接不接啊？接呀，赚钱呀。可是再怎么赚，也没曾经赔出去的多呀。哎呀，我一想到这些，我就觉得特没劲。你要把这活干好了，接下来可是整个新村的大工程呀。有什么呀？那也没劲。那怎样你才有劲儿啊？怎样我都没劲。那你下来说，好不好？
真的想过未来？没有。那我们的未来呢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有种和你相依为命的感觉。才有这种感觉啊！我才不想感觉，我就是觉得吧，别人都在干这儿干那儿了，可是我们连自己的事业都没有，这心里头就特别没劲儿。瑶瑶，你要怎么做心里才能有底儿呢？你有劲儿，我就有底儿。我有你，我就有劲儿啊！关灯，睡觉。好。你回楼上。啊？嗯。哦。哎，嗯，你们村选主任，我又不投票，我去不合适吧？事关重大，咱们还是多了解些情况吧。别愣着了，走了啊！反正我不同意。我按章程办事，你有什么同意不同意？你给我坐下。坐下。冯书记，文支书，大王哥，您来的正好，我和方梦初的选票一样多，按道理说，是不是得让全村的选民再投一轮？这我记得，这农村选举法里面不是也有这条规定吗？是吧，文支书？是这样，那就按照规矩办，没问题了吧？好，没有问题，你们继续。文支书，我这过来看一眼，今天有空，顺便带着邱总过来。啊，那你们坐。走。等等，爹，老钱，你能不能别来胡闹啊？正好彭书记也在，您给看看我这个最新数据啊。据鄙人调查，我们村具有选举权的一共有489名村民，为什么偏偏只有488张选票？你们把我儿子钱小泉那宝贵的一票搞哪去了？吃了还是喝了？不可能，我们统计的选民是488人，票数也是488张。你的这个统计是哪出来的？这是我精心统计出来的，我还可以向大家保证，这个数据分毫不差。哎，行了，是我呀，压根儿就没有通知文彤回来参与投票，因为我认为啊，文彤的情况特殊，不能公正客观地参与选举。你明白了吧？这个老支书这么说，情有可原嘛，也不算舞弊。但是我认为，既然是全民选举，就要全民参与嘛。所以，我跟钱小泉对这次的选举结果不认同。不认同。那你们想怎么样啊？很简单，叫您那个宝贝女儿
文同同志投上他宝贵的一票即可。也许这一票就是欠我们家钱小泉的宝贵一票。没错，那就让文同来决定我们的胜负吧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你敢不敢？我服从村委会的决定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给文同打电话。拨通了以后啊，我按免提，各位啊要保持安静。参选的任何一方，如果出现干扰文同判断的举动，立马出局。我保证不说话。要不要赌一把？不感兴趣。那等等，你也不能有任何这个提示的举动。你闭嘴！对对对，是仙人掌啊！喂，爸，今天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啦？我感觉你今天状况还不错哈。还行吧，心情也还可以。思维逻辑上还正常吧？正常啊，怎么了，爸？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就好了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咱们村啊正在这个换届选举，你有责任投上你那神圣公正的一票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选谁呀？不过要客观啊。爸，你这说话语气怎么怪怪的呀？像开大会似的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它是挺别扭。参选的双方呢，一个是方梦初，还有一个呢是钱小泉。什么？你选谁呀？你觉得他会投给谁？你不是不懂，我只是在考验你的判断力。如果他觉得他这一票无关紧要，可以随波逐流，那他就会选钱小泉。如果他知道他这一票至关紧要，那他就会选择方梦初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女孩子的道理。女孩子的道理什么道理？关键是文同，他也不知道实际情况。那就凭第六感呗。你赶紧说吧，不过得客观啊。爸，其实这次出来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。你又明白什么了？我跟方梦初并不合适。哎，你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客观呢？哎，我换个方式跟你讲啊，你是不是想选那个钱小泉呢？爸，我好不容易想跟你分享一下心里真实的想法，你怎么就知道选举啊？你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？笑话吧，我们这姑娘，我怎么能心里面没有你呢？你个人感情的事情先放一放再说，现在重要的是咱们村委会的这个主任选举。我这么跟你讲吧，现在啊，他们两个人的票数啊是相同的。现在他俩谁当村委主任呢？你说了算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他事实不就是这样吗？钱小泉儿，你确定吗？不是吧？我是在想，钱小泉怎么可能跟方梦初一样的票呢？这事肯定是小泉的捣鬼，他故意挑衅方梦初的。你们这个村委会也太不严肃了吧，把选举搞成这样。我觉得小泉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，肯定是钱叔叔怂恿的。不是，这姑娘，你看起来挺单纯的，怎么背后这么说啊？哎呀，你严肃点儿，你到底选谁？一定要客观啊！我当然是选方梦初了，这还用问吗？你如愿了。我行了，没事了，挂了啊！哎，等等爸，你先别挂，我有话要说。其实，我跟方梦初的感情
更像是一种习惯，或许根本谈不上是爱。虽然我可以一直陪在他身边，但是我无法给予他什么，甚至没有办法支持他。他也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，却偏偏不感兴趣。他其实适合那种和他一起共同进退、携手共进的女强人，过那种热热闹闹、轰轰烈烈的生活。而我更适合找一个能够常常陪伴在我左右，跟我一起去体会和发现生活中的一些小美好的人。所以从今往后，我更愿意把他当成是朋友或者亲人。我想多给自己一些时间，也给他一些时间。哎，以后再说这些啊，先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小八儿子，随便游泳。主任，谢谢了哈。啊。差呀，爹，别犯愁了啊！对我来说，那些已经不重要了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我现在呀，只想做那个和文彤一起发现生活小美好的人，就够了。小点声儿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没事啊，有那一捺就够了。呜呼！呼呼！文叔，方梦初，恭喜你。谢谢。恭喜你啊，方主任。怎么样？现在满意了吧？你明明知道我在套路你，却还是这么配合，这足以证明你的梦想还在，你的心依旧热切。那就尽快让你的血液沸腾起来吧。怎么了？是还有什么顾虑吗？就总觉得吧，心里像憋了股劲儿似的。那就正好借着这股劲儿，砥砺拼搏，继续前行。在这个过程中消磨掉一些负面的情绪，最终一定会有回报的。好啊，那咱们聊一聊吧。我就不聊了，你还是先听听邱总的想法吧。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你别告诉我是因为情感受挫。这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，我需要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，我得知道你要玩到什么程度，玩到什么时候，不然我没法收拾最后的烂摊子。你不用质疑我，我作为投资人，我说话做事是要负责任的。但如果说是一个任性的投资人的话，我怕我玩不起，因为我看出来了，你到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，也就是说，你还没有定性呢。我会让你放心的，咱们一切以合同为准。好，首先，绿野仙都不是你的，而是属于绿野新村的。合同一，成立集团公司，与村集团联合运营，这叫产业振兴。第二，把你手上能干事的人全部都调来，这叫人才振兴。第三，首要的工作不是土木兴建，而是联合村委会进行环境的整治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方梦初，为什么要我们去帮你治理环境呢？明明应该是你们治理好环境，然后再招商引资的呀。而且我们打造山庄就是为了你们呀。现在没有你们，只有我们。
因为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度假山庄，而是梦想工厂。我相信，只有当乡村更多人实现梦想的时候，它自然就振兴了。而且污染的治理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，它是一项系统的工程，甚至说是一项产业。我给你打个比方吧，比如说绿野湖的整治，水面打捞垃圾还好，但湖底的清淤、污水的治理都是项技术活，甚至需要结合高科技才可以。后期呢，我们可以开展养殖业，甚至打造一座水上乐园。没错。第4条，文化的振兴，我觉得这个范围太广了。我想要做一个。别告诉我你还要搞影视公司。说的没错，我想在集团下设文化部门，平时做宣传工作，但到最后一定要打造一部我们为了梦想、为了乡村振兴而奋斗的电视剧。我一再的坚持，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。我用力的奔跑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。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的坚强，又不停的迷惘。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。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，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被爱错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